在这次没有川普的这个个人风格之后，正式的用一个经济思路或国家经济思路去推广、去描绘一个未来亚太各国当中相处的一个具体的愿景。我想习近平是要用这种理性来拉拢，不再是用过去美国那些这种又有高压又有棒子又有萝卜的过去传统的权力方式来拉拢。那这一次啊，亚洲非常的热闹，除了川习会之外呢，在这个韩国庆州主办的 APEC 峰会，也在10月31号这一天是正式展开了。我们看到这是韩国总统李在明哦，他上任以来呢接待的第一个国际大场面哦。那李在明这一次呢，也亲迎了21个会员国的领导人哦，包含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是上演了一个相见欢了。那么习主席呢，也是在这一次的会议上发表了5点的建议。我们看到，共同维护多边的贸易体制，共同营造开放型的区域经济环境等等的这些，主要都是在讲一些比较大格局的场面话啦。但是有一个很重点哦，共同维护哦，所以他一直想创造整个亚洲共赢的一个感觉。那其次就是呢，这个川普这一次跟习近平见完面之后，他立刻就坐上空军1号回美国去了，所以把这个大场面留给了习近平。那川普不在，可以说这次的 APEC 峰会这个最重磅的外籍来宾呢，那就是习主席了。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次他们中国大陆想要在亚太营造一个什么样的格局，还有特别重点拉拢哪一些国家，趁着川普不在。我们这个先请尚志哥来分享你的观察。我想确实是在这个 APEC 的会议当中，一旦川普不在的时候，整个主场，尤其这又是亚太经合会哈，在对于整个亚洲的总体的这个塑造也好，整体的愿景也好，当然还是以中国乃至于习近平的意志来确定这一点。所以他这次在 APEC 当中提到的，我刚刚剑桥介绍的这个5个重点，对，看起来其实就是大家都觉得就是这个硬邦邦的东西，可我必须得说哦，这里头其实描述了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习近平试着在表达一个所谓开放的亚太经济环境。我们知道，其实现在无论在美国或各方面来讲，现在所谓的这种孤立主义蔓延在整个全世界的经济状况，以美国为首，那么包括关税啊等等各方面这样子的冲撞，让所有的地区或国家单单在保护自己，甚至在寻求自己的这种竞争力的本身作为对抗的资本。那这个时候，其实所谓过去长久以来对于经济开放，特别是在 APEC 对于亚洲国家，包括对中国这几10年来产生的效益，其实慢慢被遗忘了。所以习近平在这讲话当中有特别描述了这个部分现在整体的全世界的风险，以及包括这100年来对于亚洲国家当中非常重要的机会。因此，当他描述这个开放亚太经济的这个格局跟状况的时候，他整个谈话里头并没有那种负面点名或者在暗示美国啊或其他国家的这些不是，而只是很专心的描绘哈。我想这里头很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中国大陆刚好才在先前上个星期才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部分对于“15+5”的未来中国大陆建设的这个5年计划当中的建议哈，这2万多字。轮廓框架都出来了。其实我们在看到现在习近平在 APEC 当中所提出的这个建议里头，基本上完完全全衔接了中国大陆其实“15+5”的这个部分的经济的架构，所以他也在这里头提到中国大陆的所谓的未来的自由贸易区，以及这种开放性是会由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示范。那这里头当然就描述了跟所谓的亚洲地区为主或全世界的自由贸易的不只是一个愿景理念。共同性乃至中国现在刚好这个“15+5”刚宣布的东西，很具体的，包括像海南我们所知道的，都可能会在未来整个亚太开放经济有很大的这个影响。我想这里头究竟是要一个营造一个氛围呢？究竟只是要说的一些要跟美国过往的这种孤立主义来做一个对比呢？也许在谋略上都有，但至少在场面上来讲，在这次没有川普的这个个人风格之后，正式的用一个经济思路或国家经济思路去推广、去描绘一个未来亚太各国当中相处的一个具体的愿景。我想习近平是要用这种理性来拉拢，不再是用过去美国那些这种又有高压又有棒子又有萝卜的过去传统的权力方式来拉拢。好，这个中国有句话叫做见面3分情啊，所以借由这次 APEC 峰会，这个习近平可以在韩国一次见到非常多整个全亚洲重要的这种重磅级人士。那川普这边是先走一步了嘛，回去美国。那纽约的帕克战略咨询公司哦，其中一位专家肖恩金，他就认为川普这次走得太快了，都把舞台留给习近平了，哪怕你开完会
你就算不继续留下来这个参加 APEC，你好歹双方声明一下嘛，然后也要特别说个话说啊，我虽然人已经不在南韩了，但是我要提醒各位盟友，我们美国精神人与他们同在一起之类的嘛，这场面话也没有说。然后呢，美国的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这个专家古德曼就分析习近平这一次就利用这次 APEC 的做球，他希望把中国跟他本人塑造成这个亚太地区真正的领导者。我们从种种的外交动作来看。川普这一次走得那么快，会让美国失去哪些这个战略契机？我们说，你连这个趁机保干净的机会都失去了，杨老师。他就是川普啊，这是他的风格，这是他的做事的方式，他以利益为依归，他以实际的效益为主要的考量，那不觉得这种所谓的大败败型的这种 APEC 的领袖峰会？对于他个人的外交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益，反而要花时间跟这么多领袖，也许一起合照、分开合照，那会不会有别的领袖要求跟你进行双边会谈？这个都是过去参加 APEC 领袖高峰会所有的领袖都会做的事情，包含我们台湾的这个领袖代表，这一次是林信义先生，他也会去安排一些双边。然后呢，多边的一些场合，然后出席一些会议，川普根本不在乎，他觉得根本对他没有什么帮助，媒体会分散，虽然他走到哪里一定都是媒体焦点是没错，但是分散的情况之下，他似乎得不到美国他觉得对他有帮助的外交的利益跟媒体的报道，这是他的风格。然而啊，其实刚才尚志雄讲的也没错，那我们在学术界把它叫。在90年代的时候啊，当 APEC 开始慢慢的受到重视的时候，有2股力量，一个叫做亚太主义，一个叫做亚洲主义。其实简单的讲，亚太因为有太平洋，对，也就太平洋两端，也就是把美国也包容进来，在东亚叫做亚太主义。所以我们后来就叫亚太。那当然到了拜登的时候呢，扩充到印太。亚洲主义其实就是把美国排除在外。是这2股力量不断的在拉扯。那你就看到后来 TPP 跟 RCEP 就有点这样子情况。结果川普上来之后退出 TPP， 使得 TPP 很尴尬的马上转变成为 CPTPP。那你现在看到亚洲的经济一体化都是以 RCEP 为主，所以在这一次，川普大概也觉得亚太主义在 APEC 在亚洲其实已经消退了，也是事实。因此你在这边多留下来，只不过也是一个外交的场合，媒体的报道，没有什么太大的实意。所以你说他的风格是如此，但就实际上，其实美国在亚洲的亚太主义的影响力其实是与日递减啊。那这一次这个全球大人物齐聚一堂，我们也观察到，都是这个男性的领袖之外呢，其实有一个人万绿丛中一点红，是谁呢？就是这个日本的新首相高市早苗。他的一些跟领袖们的互动其实蛮有趣的。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先在日本跟川普会面的时候，挽着他的这个手然后呢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2个人还去吃了一顿这个私密的午餐。所以高市早苗其实上任以来他许多的动作可以值得观察。那特别的就是呢，这一次高市跟习近平见面之前，其实中日的官员就先动起来了。我们看到是中国大陆的商务部长王文涛，他先跟这个日本的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呢，他们聚焦在北京的一些稀土管制，还有福岛县周边这个水产线路输入到中国限制等议题他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 APEC 峰会呢，高市跟他的内阁想一举化解可能之前其他几个首相跟中国处得不太开心的一些议题上希望高市这边能够化解。把一些矛盾处理掉。那 APEC 这个峰会就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机会嘛？目前看起来高市做的怎么样？张俊觉得？其实这次的 APEC 峰会，我相信想要见习近平的各国领袖非常的多。对，除了昨天我们看到的川普之外，那现在来讲最急的跟习近平见面的，应该就是高市早苗，因为他是新上任的日本首相那这个韩国的总统李在明也当然是必然的了。除此之外，据我了解，还有加拿大总理他也希望说能够跟川普见到面，因为现在加拿大很多的产品来讲，中国也对他做了管制跟不再采购比如说菜籽油等等这方面。但我认为说高市，因为之前到现在为止他当选首相以后，我们从一个指标看得出来，就是习近平并没有发贺电给他所以代表他之前来讲，中国对他还是
抱有很大的这种就是对他的而后的态度还是在观察之中，还是在观察之中哈，你到底会怎么样？因为之前他极右派的标签贴得蛮鲜明的，尤其是他参拜靖国神社哈这些事情，我相信不只是习近平啊，包括中国很多的民族来讲的话，民众来讲的话，也没办法接受高市早苗这种极右派，而且是甚至有仇中的心态哈。从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看出来，这个中日两国，当然我们希望整个在亚洲地区能够和平和谐，对。但是这个日本毕竟来讲的话，他如果说是他一直想要恢复到他军国主义的这种作为来讲的话，在历史上面他否认南京大屠杀哈等等这些事情，我想中国民族来讲的话是绝对没办法接受的。所以你说，我相信这次来讲的话，习近平跟高市两个人哈，现在来讲最新的消息是，这个他们两个并没有参加 APEC 午餐会哈，而单缺席。那大家媒体就揣测，他们两个是不是私底下哈去见面了？当然你说他们两个去私密参会，我觉得这有一点这个言过其实了。毕竟我想习近平绝对不像川普一样哈，习近平应该是很稳重一个国家领导人的风范，不会跟川普一样哈，这个又搂又抱的，然后这个应该是不至于。但是我相信这种动作代表说是习近平跟高市两个一定有很多的这个议题要说，包括到整个日本要不要修改它的安保3要件哈，要不要恢复它的军国主义，要不要这个再跟美国采购所谓攻击型的武器，还有日本自己希望说是能够发展它的军工产业，那这个是国防安全方面。那在经济议题方面来讲的话，我想说稀土来讲，这个大陆应该跟全世界做法都一样了，就是说这个解除这个管制哈，1年的时间，应该会继续供给日本这个它产业所需要稀土，但是它一定会这个加强这方面的监管，就是你要买多少，你用多少，我一定要追踪给你。你知道吗？稀土这一项来讲的话，日本是大量的囤货，它1年譬如说要用10吨来讲，它可能囤到500吨那么多，所以它是囤货的。所以呢，中国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对稀土它一定会说我会供给你，可是供给你的这种审批来讲的话，你需要多少数量，你一定要如实来讲，它不会让它囤货。那日本会不会借这个机会大量囤货，这是有待观察的。那我认为说是福岛的这种核污染的这个水产品来讲的话，中国这方面是不可能会放的哈。那之前来讲几个首相都没有放的，何况是高市早苗。那在中国来讲，对他还抱着一种就观望的态度来讲的话，短时间是不会忘。除此之外，我觉得这个两国见面还会谈一个话题哈，就是钓鱼台的话题，应该也会在这方面来做这个讨论哈，因为钓鱼台毕竟是中国的领土嘛。那中国来讲，现在来讲，几乎每天海警船哈也都在那边巡查。我想高市在这方面也会跟习近平做一个讨论。了解。好，那说到这个中日，如果要把这个丑话先说在前面了，那绝对还会有军武的这一个议题啊，军事议题。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呢，就跟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一场会谈里面赫格塞斯就警告中国构成严峻的区域安全威胁。那小泉也是说，是，所以呢，日本的这个防卫费占 GDP 提升至2%的这个政府目标呢，他们希望要来提前实施。原本是2027年，希望尽早到2025年就要来做这件事情，并且也要修正刚才将军有提到的这个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这些文件所以呢，国防这边看到美国这样推着日本，要求你摆出更强硬的对中的这个军事姿态，我们要维持第一岛链这样同仇敌忾的感觉。但是高市早苗就像刚刚提到，他有很多议题想要解决水产品，然后一些土地、钓鱼台种种之类的。那现在这边他的这个防卫上又在跟赫格塞斯这样子同仇敌忾，那他的平衡外交究竟要怎么做？所以这次 APEC 的契机，张教授认为。美中日的3方关系，你觉得值得留意的重点是什么？我认为这个高市早苗他有意缓和中国大陆跟日本之间的关系，因为他毕竟有多方面的考量跟压力。对，比如说尤其是经济，因为中国大陆跟日本这个双边的贸易是第2大，当然，因为日本跟美国是最大的贸易，但是现在问题是美国对日本实施关税战他要去找一个替代的市场、替代的对象是往哪里找？中国大陆，因为它是第2嘛。对。在去年2024年，日本对中国大陆出超40亿美元，他赚了，但是他对美国
那个日本的这个我们讲出超啊，685亿美元，你看那么多，巨大的差别。对他现在往哪边去补？因为他现在打这个，你们知道这个关税15%啊，所以日本很多压力，日本还要买美国的稻米、美国的汽车等等这些产品。那所以日本是不是这样？那你要找替代市场、替代出口啊，中国大陆。这个时候不能中国大陆搞僵。第二个，我们来看日本近年呢，它的自从疫后啊，它的观光客回流出来了，很多中国客去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加上香港、澳门呢，是一年是1060万观光客，是全世界最多，遥遥领先。第二名韩国。是。那这样的话，这个观光客市场重不重要？跟中国大陆关系搞好，观光客就会多。如果因为搞不好，意思是那个中国大陆的我们讲到的这个民族主义会鼓动，一鼓动，整个观光客会下掉。那这样的话，对日本的观光事业、观光产业是会有影响的。第三个，我们来看呢，就是要在区域安全，我们叫做地缘战略。地缘战略，我们知道日本的这对象不是光中国大陆，北韩它面对的3大核武国家，第一个俄罗斯，核武强权呐，那个再来北韩核武强权呐，中国大陆核武强权呐，日本什么核武都没有。你看他面对这个，不要搞那么多的怼敌人了，跟中国大陆稍微缓降，因为毕竟跟俄罗斯打过我们叫日俄战争，打过2战了，那跟韩国也不好谈，都不好弄，那就跟中国大陆习近平好谈一点，对，跟中国大陆相对缓和一点，对日本来看是比较有利的。第三个，我们来看日本呢衰落40年，1985年的9月，我们叫做广场协议，日本整个的经济就泡沫，没错，一直到现在2025年。那经济泡沫到现在为止，又是变成好像第2波的广场协议，因为就是关税战的关系。那你这样子玩下去的话，对日本的整个国力来看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经济压力。但是不要忘了，还有国防压力。为什么？美国要求日本要到达 GDP 的2%，对，这个国防预算，而且今年就要到达，变成这个日本压力大不大？大。这边有关税战，这边又有这个要国防预算要增加到GDP 的2%，日本当然赶快做调整啊，不要老是。一直压单边啊，所以我认为日本是因为来自于美国的军事这个方面的采购的压力，跟经济上关税的压力，它不得不缓和跟中国大陆这边的关系，是因为对日本的经济来看，对日本的观光客来看，还对日本的区域安全来看，都会有一些帮助。这一场习川会到底这个会有什么样的演进？我们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先来看到今天的开场3个火线话题，会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的。川普这一次呢，会在釜山快闪外交，背后藏的是什么样的玄机？现在包括了地点跟时间都已经列出来了。那么包括了不管是川普或者习近平他们的战略布局为何？这一场习川会真正的盘算是什么呢？再来，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习川会正式的举办之前，现在川普已经最新放话了，包括他会用芬太尼来换取关税降低。那么这个芬太尼会成为习近平的一个谈判关键王牌之一吗？有一个说法，这个是川普的即兴风格会压过习近平的长期战略谋略吗？谁会是这一场谈判桌上真正的赢家呢？这个也是我们第2个会来关心的议题。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的是 AI 晶片会不会成为这一场习川会最后的一个关键筹码呢？因为呢，川普已经说了他会来先见黄仁勋。那么黄仁勋有没有可能来说服川普松手，针对对中的这个比较高阶的半导体晶片做销售呢？中美科技战会不会迎来一个新的重点转折处呢？今天就会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不到24个小时，明天早上9点，这场习川会就会在釜山正式的登场了。耐人寻味的事情是我们先来关心德国之声爆出来的最新消息，他说川普会在见完习近平之后就立刻走人，直接跳过在 APEC 这边主办的这一场峰会。所以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快闪外交哦，被视为是接下来会大家来做的，就是针对习川会的议题了。那么地点跟时间点也有一些玄机，今天我们也会来做解读。首先，根据了解，地点会选在釜山的金海机场会客设施的益丰楼这个地方，有望成为接下来领袖峰会的一个重要地点。那么时间呢？现在根据了解是在原定台北时间30日的10点登场，但是外电的最新消息会提前1个小时，也就是在早上9点就会正式的登场了。大家也在关心的就是这一场习川会不会来谈大豆呢？预期会来中国，可能会重新开放美国大豆，所以中国的买家现在已经暂缓了购买
巴西的大豆了。如果美国大豆真的重新开放的话，市场竞争会让大豆价格更低，降低中国加工厂的成本。而我们刚刚也收到了新闻的最新消息，来自于外媒的报道，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中方已经购买了2船的美国大豆，预计会在今年的稍晚就会做交付了。这是本季的首季出口确认的一个采购，显示双方现在在贸易交流上已经重新启动了，更被视为是美中预期本周会达成一个更多的一个交易的一个部分。另外有一个确认的消息，这也是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国营中粮集团本周采购了一共是3船的美国大豆，是成为中国自美国新一季大豆收成后的首次采购，预计12月跟1月份都会分别的从美国来装运完成，送往中国。这是最新消息，提供给观众朋友。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请教韵老师怎么看。现在传出了川普会在釜山举行的这一场习川会，会完立刻离开韩国。从地点、时间这些细节来看，透露什么玄机？习近平最后针对大豆这一点，不管有没有做开放，是不是都占有优势？韵老师怎么看？这个川普啊，在釜山的逸峰楼啊，机场里面的逸峰楼啊，就非常认真的会了习近平主席以后呢，然后呢，他今天上午有参加 IPEC 的开幕啊，然后没有参加主要的议程啊，就匆匆离开啊。那么这里面的话呢，透露出非常多的讯息啊。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川普来到亚洲啊，到处就是嘻嘻哈哈逛了一圈呢，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这1个钟头啊，在釜山啊这个逸峰楼里面的讨论啊。第二点的话呢，讨论的内容当中呢，做了很多铺陈。这个铺陈呢，前面呢有前置的铺陈，就是在这个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会议当中呢，那个大家知道，那个贝森特呢讲了很多话，但是呢没有一句是实在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贝森特讲说，我们可能考虑不征收100%的关税。那大陆普遍的话呢都炸了锅，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你这个根本就是无中生有的100%的关税，你拿什么来换？所以说呢，我个人判断呢，大家要听就听李成钢的。李成钢的话呢，就是说是那个美国呢就是捍卫他们啊，就争取他们利益是很强烈的。那我们的话呢，就保护我们的利益是非常坚定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视频，要看完整的说法的话呢，那可以感觉得出来呢，美国这次呢碰到了大陆所谓的硬茬啊，就是说感觉上呢，就是说要铺路过程当中，对于川普来讲，听到简报当中，其中贝森特也特别强调，就是说细节他不便透露，这必须要由川普来讲。然后川普现在的话，赶快面对这件事情。然后第3件事情呢，川普要积极走的话呢，我觉得呢，确实是有几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美国内部的话呢，大家要知道，美国内部是政府关门的一个状态啊。美国政府关门的状态的话呢，其实讲起来啊，就是美国本身解决不了欠债的问题。美国已经是38兆的这种国债的，这是国内的，这是实际上面对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然后另外，我觉得问题是慢慢浮现在台面，很多人在讨论这个 AI 是不是这个泡沫。啊，这个就是说，大家就是在整个股市在讨论这个问题。那海外当中呢，最重要的消息呢，就是呢，在这个南海地区的话呢，尼米兹舰上的话呢，2架先进的战机，1架直升机，1架这个大黄蜂啊 F18啊，通通在35分钟内坠毁啊。那么这个是严密的调查，所以说对于川普来讲的话呢，他不得不重视这些事情。然后在韩国开会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川普对于在 IPEC 开会就兴趣就不大啊，因为他会觉得说，这个对韩国的态度的话，还不是非常好。啊，另外的话呢，他该照顾的对象的话呢，就是日本，其他的没有了啊，其他都觉得不管用，菲律宾啊什么，他都不会特别在乎。但是呢，他对于这个跟习主席见面的时候呢，他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最重要的话呢，大豆的问题现在是初步上解决了啊，最主要是大家前阵子非常奇特的消息，说什么巴西大豆涨价了，那中国就换。那我觉得这是腾笼换鸟啊，也就是说是名正言顺的就转向美国买大豆。但是大豆、芯片、稀土这些来讲的话呢，是最小的议题了。是好，刚刚讲到有非常多在这一次的习川会上面都会来做正式谈判的议题。那其中另外一个议题之一，也是川普自己提出来的，就是有关于芬太尼了。现在是不是也同样的针对这个议题，川普也是在示软呢？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最新抛出的震撼弹，说如果习近平同意来加强针对芬太尼这边做打击的话，川普说了愿意将对中关税从目前的55%下降到45%。那目前呢，川普是已经派出了他们 FBI 的
的局长前往北京，跟中方就芬太尼议题来做进一步的磋商了。一方面是持续的看好可以解决芬太尼的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的是，有人就不这么看好了。他是美国的抗中大将盖拉格，他怎么说？他认为说，川普啊，他拥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因为他的风格上面是非常的幽默感的，但是他认为说，习近平他说他是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川普是可以做即兴发挥的，在这个方面是大胜习近平的，真的是这样子吗？这第一个问题，请教干哥。第二个，有关于芬太尼议题，会是习近平很重要的手上握有的筹码吗？干哥怎么看？你看我跟你讲哈，其实合成类鸦片药物芬太尼，坦白讲一句，它是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前体化学品。那其实老实讲一句，美国其实一直在怪罪中国没有对芬太尼进行有效的管制，让它一直流向美国。坦白讲，他这个指控是没有什么根据啊。我说句实在话，你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根据的话，你应该提出来。那为什么帕特尔FBI 的局长他要过去呢？他要去北京一趟呢？因为他就是要专案来跟北京去商讨，不要说报告，就告诉你说，其实我们 FBI 在国内所查到的数据是什么？可是我不能在国际公开场合告诉你啊，对不对？这样子代表说我们 FBI 的手伸得很远，所以他必须要去北京一趟。这个是一个很细微的动作啊，你会觉得说谁去北京都不奇怪。FBI 的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去北京啊，而且他不是在任何的，比如说他跟随着卢比奥或者是跟着川普一起去，不是他个人要去。你从这边就可以观察得出来说，美国是很重视这个问题。是。那因为重视这个问题，好，没关系，你就到中南海来，特别的跟我们来磋商这件事情。因为它芬太尼已经造成了美国大概每年会造成10万人死亡，所以川普就一直认为说这个问题你不跟我解决，我们在关税上面很难谈，所以今天你一定要来跟我谈。好，那其实中国也释出了善意啊，就说那我现在就会承诺加强力度打击芬太尼啊，我在我们国内一定会加强打击芬太尼。其实要做的话，一定做得到。那其实习近平释出了这种善意之后，我跟你讲，大豆就可以买啦，对不对？所以您刚刚主持人告诉我们，大豆在刚刚那1分钟，我们才知道说，美国的大豆终于找到了中国的第一份订单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其实这个关税战已经出现了些许的曙光。虽然基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比如说像稀土啊，对不对？这些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真的解决。但是大家知道吗？前一阵子我们就讨论很多港口费，那个港口费已经快要把那些邮轮脖子给掐死了。现在两边都愿意谈，也就是说，美国跟中方两边都愿意对真正的那个下调港口费，已经开始有达成这个磋商跟协议。所以你认为说，那个现在是不是因为说美国也降低了姿态，换取了中方愿意采购它的大豆呢？是，但是美国的豆农远远需要的数量不是只有几百万吨，至少你要采购2000万吨以上才行，是你才是真的来解决我美国的问题。对，那现在到底能不能解决？我们继续看下去。只是我觉得那个黄仁勋这次去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的，他说美国你应该要知道，全世界 AI 人才1半以上在中国，你要赢得这些人才的心比较重要。我觉得黄仁勋这句话讲到了重点，川普你应该好好听一听。是，确实现在中美各自可以感受到双方在各种议题上，不管是大豆、港口费，稍稍都释出了一些的善意。针对于现在中方最在意的这件事情，就是美国会不会来停止限制它的这个高阶晶片的出口，我们也会来持续的做关注。尤其现在就是要看到这个关键人物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能不能说服川普了。我们来看到在10月29号，川普先行一步会见了这个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那在镜头前面，他也大秀
自己的政绩。他说，辉达跟台积电已经生产出了最先进的 Blackwell 晶片，而且完全都是在美国制造的。这2间公司再加上其他晶片制造商，在美国投资金额已经达到数千亿美元了。他说，我们正在加快 AI 基础建设的设施，还有在关键晶片、半导体已经全面的都回到美国来做生产了。不过呢 ，CNN 也做了报道，在辉达同意向美国缴纳在中国销售收入的15%之后，黄仁勋目前正在思考，是不是他可以借由这样的机会来说服川普，争取重新开放对中国来销售这些先进的 AI 晶片，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委员怎么看？是在讲这个晶片之前呢，我先补充一点我的看法，来谈一下芬太尼哦。大家都知道，芬太尼其实它不是一个毒品的成品，它是一个工业用的原料，它用一个药用的这个工业原料哦，所以它其实它主要的它是一个中间制成的产品而已，它接下来要去做其他的生产。只是美国人，我也不晓得他们怎么会这么天兵，把芬太尼来当毒品来吸了。你看过中国大陆哪个人在吸芬太尼的吗？是，就你看到加拿大跟墨西哥有谁在吸芬太尼吗？我第一次听到，你说今天中国这个美国的川普说，你加拿大、墨西哥、中国大陆因为没有管制好毒品，所以我要制裁你们，所以我要课高关税。可前提是那是一个工业用的这个终端的成品，到底是跟毒品是什么样的关系？你说你要去对什么哥伦比亚这些国家，它是这个种植白粉的、卖白粉做鸦片的也就算了，那你现在不是你现在是个芬太尼而已。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前我们台湾年轻的时候，我小的时候，那个几十年前，吸毒是吸强力胶，对不对？我们讲说吸胶，强力胶是拿来粘东西的，好吗？那有人要拿来吸，那倒是强力胶的错吗？然后，照川普这种逻辑，我们应该要制裁所有生产强力胶的公司、生产强力胶的工厂、生产强力胶的国家，是这样子的吗？所以其实我觉得川普拿一个芬太尼来说事啊，根本就是为了增加他自己谈判的筹码，想制裁人家就明白讲，不用找这么多理由啦。那回过头来讲，黄仁勋对于晶片的这个他的危机感，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因为说直白一点，接下来的中国大陆市场不会再需要辉达的晶片了。所以，谁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川普造成的，是美国造成的。黄仁勋在过去这几年已经不止一次的在跟美国政府喊话，说如果你现在用这样的方式，你最后就是逼着中国大陆自己自立自强、自己突围了。对，当他突围成功的时候，他就不会再需要我们了。我为什么敢这样讲？我举几个最近的新的讯息跟大家来分享哦。我提过，黄仁勋的辉达之所以可以绑架全世界，那是因为他的酷达系统作业系统号称是辉达的护城河。原本大家现在看到的 GPU 啊，以前我们在电脑里头用到 GPU 是为了画图的，所以我们叫做显卡。GPU 叫做显卡。其实以前大家不太在乎 GPU 的显卡，因为显卡是做的很简单的运算。可是呢，黄仁勋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当他看到 AI 的趋势、区块链的趋势起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写作业这个环境了。他让他的显卡明明是拿来画图的，可以拿来运算的。所以呢，你这张卡没有那个作业环境还不能动，那张卡接了它的作业环境，马上就可以接上了 AI 的运算。这是黄仁勋吃死大家的地方啊，因为他花了18年的时间把这个作业环境、把这个系统建立了起来。可是现在问题是，不只是他，其他的公司也在做啊。Google 在做，更重要是中国大陆自己在做。中国大陆的 DeepSeek 自己在写程式了，他要用一个叫做 TileLand 的程式语言，他要突围了，而且他已经有成果了。第二个讯息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阿里云才对外宣布，他们已经成功的运用演算法的改变，把对于 GPU 的需求量从原本的1192片降到了213片哦，运算几十个大模型，降了多少？降了82%。它可以用把 tokens 做即时缩放这样的一个演算法，是让原本一片晶片只能够做一个大模型的运算，现在一片晶片可以同时做7个大模型的运算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就可以打算盘。当酷打的护城河即将被攻破了，当这个晶片的需求量因为这个演算法的改变，对于算力的要求没有这么高的时候，那么对辉达来说，当然是极大的危机啊！这就是为什么黄仁勋现在急不可待的一定要想办法，希望能够得到川普的点头。他这个时候再不回到中国市场，以后永远不要回来。川普是正式的认输了吗？我们今天要来关心的是，中美这一场协议也被李承刚逼的，美国必须得要妥协让步，退回原点。现在美国自己内部也有许多的问题哦，尤其是通膨高涨，吃不起又
喝不起咖啡，吃不起牛肉，连巴西这一回川普都得跟他做退让了，怎么回事？今天一起来做解读。今天开场3个火线话题，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首先第一个，川普宣布了说，这一次呢，中美之间有一个谈判是史上最伟大的协议，但是被专家直批，你只是把这个谈判回到了自己刚开始在4月份掀起贸易战的这个原点而已。这一回，川普被李承刚逼到投降了吗？第二点，我们今天要来关心的是，确实现在大陆有可能就稀土来这个暂缓他的惩罚1年。川普这一回则是拉着澳洲、抱着日本跟东协国家一起，希望能够来生产稀土。这是真能摆脱中国卡喉的命脉吗？还是美国只是在延长被勒索的一个时间？另外，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美国的物价民生已经越来越高了。川普的美国优先现在变成了民生地狱，不管是在牛排或者是咖啡的价格越来越高。这一回他向巴西低头了，是贸易政策上面他终于又是再度的 tackle 了吗？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好，川普的亚洲行这一回呢都还没有结束，但是已经在北京面前低头投降了。川普他高调的宣布说，在这一场中美贸易战，我们已经达成了历史性的一些初步的共识。接下来呢，我们会取消对于中国本来要加征的100%的关税，来换取中国大陆对我们延后1年实施稀土的出口管制，并且他说呢，中国会恢复采购美国的大豆，也会配合打击芬太尼的走私。看似之下，好像是川普在高调的宣示说，终于有一个重要的外交胜利。但是专家一句话打脸，这个协议啊，现在看起来根本就只是让美国回到了当时贸易战开打之前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农民、美国大豆农民的困境到现在还是没有被解决啊。另外一点就是，美国仍然陷入在稀土供应链的危机，这个到目前也都没有被解决啊。另外一方面，这个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副部长李承刚一句话也揭穿了真相，他提到了双方这一次谈判针对了出口管制、301跟芬太尼等议题做讨论，还包括了船舶的收费的费用都有一些初步的共识了。代表说，接下来美方必须要做的就是要先撤回对中国跟他的子公司的2级制裁，以及美国对中国船只加收的港口费，否则是中国不可能推迟稀土的出口管制的。再来，大豆协议也是中国以战逼和的成果，北京已经暂停购买美国的大豆，如今逼的美方求北京来买大豆。川普是被迫求饶吗？今天节目一开始来特别请教大使了，这一场这个川普宣布的重大的外交成果，结果被专家打脸说你只是回到贸易战的起点，4月份的起点，这是川普认输了吗？李承刚的话来做解读的话，到底中美之间达成了什么重要的协议吗？大使怎么看？应该是回到这个4月，或最起码是去年9月啊，也是就是这一次中美高层的有关贸易协议的上一次的那个结论，所以呢，其实李承刚的讲法是比较这个怎么讲呢？比较像外交式的讲法，就变成他会触及了这些问题，还有出口管制、301关税、芬太尼船舶收费哈，他说达成共识。那这些部分的话，那贝森特就没有出来讲了，达成什么共识？因为这个船舶收费部分，这个是这个今年9月15，在这个在斯德哥尔摩会谈以后美国又外加的东西。那中国大陆任何人去跟美国谈判，一定会说你9月15到14到15，在当时做那个协议之后的行为的话，你都应该要撤销，就包括这个船舶。那301关税的话，也是美国一个新的议题啦。那如果美国要准备在301上对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在2021年就是说川普1.0时候达成那个贸易协议要开始算账的话，那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以中国大陆谈的立场，一定是回到我们9月14跟9月15才达成那个协议我们回到那个原点之后，你美国外加的任何措施你都要收回。是，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公平的一个谈判的方式。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要换的话，那事实上的话，我觉得额外给美国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稀土的这个管制，全产业链的管制。
那问题我一直在想，就是说，你用稀土的全产业链管制，把它缓息1年，1年以后它成，那美国付了什么代价？这一点，这个贝森特都不敢提。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现在双边这个李成刚讲的比较清楚。我们现在下一个阶段就是把这一次的双边谈判的共识我们回去走另外一个程序，也就是审批的程序。你今天贝森特，你也不敢说我们今天谈到这个我们美国就买单。李成刚也不能说美国各自抱回去，川普要去同意，然后习近平要去同意，同意以后才会有30号的在韩国的习川会。那到目前为止，一直到昨天，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记者问到他了，他都没有说习近平要跟川普见面了。对，他说这个问题我们在磋商，有进一步消息我们会告诉你。是，今天几号了？28了。对，对不对2天？29。那不可能30号才宣布吧？所以就这1、2天，那一定是什么？中国大陆习近平还没有说我要见你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弄清楚。那这种就是说这一次谈判，我觉得美国大概是这一段时间，川普上任以后跟中国大陆在贸易谈判上可能是最困难的一次。是，中国大陆立场非常强硬，因为就是说，光就经贸问题来讲的话，中国大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么要打就奉陪到底，而且今年9月到9月为止，我们看统计数字，美国市场只占中国大陆所有对外销售的10%了。短短一段时间就已经把从14到15%变成10了，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在快速跟美国的市场在脱钩那做最后我今天卖了100块钱，我只有10块卖到美国，我到最后10块也不要了。所以现在要谈什么？我觉得美国现在要考量的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对美国来讲最困难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就是台湾问题好，这次的中美谈判，原本的习川会会不会真的正式的在周4登场？我们会持续的来做关注。但是这一次被视为是最困难，中美之间谈判最困难的一次其中一个中国大陆手上的筹码就是稀土了。现在来自于《华盛顿邮报》特别做了一个分析，这次的协议上，本质上他认为是让美国争取到中国的稀土勒索缓刑，只有1年短短的时间而已。但是现在的关键点是，大陆还是掌握了90%的精炼技术这是美国短期内根本无法达成的一件事情。就算他有了其他的盟友、其他的盟国一起帮忙，或许也非常的困难。现在澳洲这个川普找上了澳洲来做帮忙又飞到日本跟高市早苗见面，谈这个签署关键的矿物协议，还拉了东协3国一起来共建稀土供应链，希望能够在1年之内能够摆脱来自于大陆的依赖，真的有可能吗？上次哥又怎么看？我想在今天我们录影时间当中的上午呢，高市早苗跟川普见面，那当中谈了很多东西，也会签了很多东西。其中最让我侧目的，就是在美日双方签了一个确保稀土供应的这个联合声明。那这个东西很微妙那为什么这样微妙？因为我个人认为，整体评估，美国虽然很希望在最短时间之内，川普说希望1年之内就可以摆脱有关于稀土方面被掐脖子的部分的难关，但是当然众所皆知，全世界所有的专家，包括资本圈都说不可能。但我认为大家特别注意日本在稀土方面的这个特别的角色，我认为很值得未来在我们的节目里头持续观察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首先来看眼前，在中国大陆最近这一波发布了有关于虚投的全球管制，我们放眼看全世界的所有的工业密集的部分的国家有实力的，只有一个国家非常淡定，就是日本。日本在这方面对于中国大陆的管制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应或抗议，或者有很多的焦虑。那么在观察家包括资本圈也都发现到了。那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是在于对于稀土。中国稀土这件事情，全世界最早感受到掐脖子的，其实就日本。而且早在2008年，日本自己本身的产业调查的白皮书就提到稀土这件事情是很重要。而且在2010年，当时就发生了中日的稀土的很大的争议。当时中国就掐住日本的稀土，早在2010年。
所以就15年前，日本跟中国就发生了稀土的冲突。从那之后，其实我们就看到日本有很多积极的动作。首先，它在全世界，包括秘鲁、包括澳洲，都开始在找有关于稀土本身的矿源，在签合作，就如同美国现在在做的，他们15年前开始做了。还有日本自己在挖附近他们海底本身的海底里面的稀土。好，重点来了，找得到稀土矿源提炼技术的。我们都知道，日本其实在各方面来讲，跟德国一样，是少数除了中国之外，有比较好的提炼分离技术的这个国家。所以这15年来，到底日本发展了多少？但你说真的很厉害，不知道。但因为毕竟里头有2大的日本的这个他们的短板。因为稀土上次提过，第一个要高能耗，对，第二个部分要高化学污染才能够分离那么多，包括所谓的氢稀土跟重稀土，尤其重稀土是非常非常污染的，所以这个在日本这岛屿国家是承担不了的。好，所以但是日本我们都知道，这些年来，它10几年来不断的在储备它的所谓的稀土的储备，跟中国买，跟到处买，所以它的国家的储备力可能有，甚至眼前有能力分一点，供应一点给美国。所以在这次的跟川普签约里头，是不是有这样的态势？而且我最后要提醒大家，除了日本这些技术之外，有没有可能日本针对它未来投资美国的5500亿当中，排配比较高的比重放在稀土产业，不在日本，比如说在美国呢？因为他们可能有比较接近中国的大陆的技术，而且把这一块的金额一旦放在这里的话，我认为是美国欢迎。我认为高市早苗在这一波针对稀土有这么样的重点，在这次直接送给川普，应该是有备而来。我们等着看日本在整个中美稀土战当中，未来有没有一点微妙跟关键的角色。好，这个是稀土战，然后刚刚也提到了大豆战。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持续看到，这些都是在关税战框架下发生的事情哦。现在是美国自己国内又炸锅了，原因是因为这一场关税战打到现在哦，美国的物价跟通膨早就已经高得不得了了。尤其是川普这一回也针对了巴西课征高达50%的高关税，结果导致的是美国人常常吃的牛肉价格还有咖啡价格都暴涨。首先，我们看到牛绞肉价格在过去几个月暴涨了12.9%，牛排上涨的幅度超过了16%，咖啡豆的价格更是涨了12.7%。民众啊，吃不起牛肉，喝不起咖啡，变成了这个通膨痛感最高达到20年的一个最高点哦。那川普的美国优先现在是不是叫做美国受害呢？于是川普这回就赶快的去跟巴西谈了，说呢是不是来用这个取消对你的50%的关税，换取你的一些物资进口到美国来，被视为是对巴西又塔口了。干哥怎么看？好，这又是 TACO 嘛 ，TACO 对不对？对，我把你弄得很高不是，我把这事情哦，就是说关税弄得很高，然后造成市场的恐慌跟波动，那你当然股市就下跌嘛。下跌之后呢，我们现在又来，我们来谈一下啊，让它那个指数再反弹回来。这种阴谋哦，虽然说我们现在查不到证据，但是我们听说川普家族就常常搞这一套，对不对？到底家族之中赚了多少钱？这个有待以后的调查。我觉得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可是现在讲的是国计民生，你像国计民生怎么办？现在因为牛排大家知道是非吃不可的，尤其对美国人来讲。但是他从2016年以来，美国国内大家要知道，美国自己本身是牛肉最大的出产国，它自己本身是全球最大，就像它是最大的石油蕴藏国一样，它从不开采。那但是现在从2016年以来，他们9年的时间里面，他们说现在美国能够处理的牛只是9年以来的最低，就是大幅下降。为什么？因为老实讲，第一个是因为价格问题，第二个是因为关税的问题，所以本来都是从巴西进口嘛，现在要收50%的关税，好啦，那我可以跟你讲啦，那我们就不进口牛肉给你们了。所以他现在连8个月的牛肉都涨价，都涨价的情况之下，我跟你讲，现在还有一部分是被卖场吸收，但是那个好事多他就讲了，最多到明年初吸收不了，为什么？还是给你们消费者，你们要转嫁，你们要被我们转嫁。现在我们有到就是说一般这个消费者，其实我们在这个台湾的市场。Costco 是一个，就是好事多是一个非常夯的一个平台。那我们自己去买，像我们自己去买那个牛肉，
不带骨的那种牛肉片有没有？我一看就知道，那个价钱就涨了。虽然不高，但是你就有一种感觉，因为经常买的消费者就有一种感觉。他说没有，其实现在才刚开始。要明年才开始。为什么？因为明年的惩罚性关税你才会看到结果嘛。是。所以现在巴西他就说好，牛肉我们也不出口，为什么？我们要付50%。那我们现在就暂时不要出口，让美国你自己来想办法。这就是牛肉。但是牛肉对于美国的民生必须来讲的话，它总是摆在第一位。其实它比咖啡还重要。讲到咖啡，咖啡更惨。咖啡你知道现在怎么样吗？我们先不要讲巴西，我们讲从 Costa Rica 到那个什么到非洲的喀麦隆，从美洲到非洲，因为美洲跟非洲的咖啡农不像巴西的咖啡农那么大户哦，他们都是属于比较个人化的那种商户。他们说现在不出口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出口咖啡，我们赚不到钱啊，对不对？我们现在一定要付美国那么高的关税，算了，我们就不卖给美国了。那现在怎么样呢？他们都不卖，巴西也不卖，而且巴西不卖，巴西还很快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巴西的牛肉跟咖啡都降价了。它供应国，美国现在市场对啊，不输出到美国，我们在国内市场卖反而更便宜，而且巴西的商人现在有囤货的现象。他就说，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抓着咖啡，全球的供应量一年大约是6000万袋，现在已经下降到3700万袋，大部分都在巴西的那个商人的手中。他就说我不卖，那你想想看，美国人起床第一件事情就喝咖啡，没有咖啡可以喝怎么行呢？对，星巴克已经讲了，一样，到明年年初你们就知道下场。为什么？现在我们还不让你们看到，但是到了明年初，你就会发现说，原来早上喝咖啡变成一种奢侈的行为。期川会在釜山这一次正式的登场了。中国大陆从100年前被列强瓜分隐忍到今天，终于是坐上与川普对等的一个釜山会场。中国这一局是历史血耻还是权力的逆转？中国已经翻身，可以主导整个全局了吗？第二点，林则徐诗现在上桌了，这个诗特别形容是苟利国家生死以，成了谈判底线。习近平以诗为鉴，对美强硬做开局吗？第三点，我们来看到对比中国的强硬，在日韩方面跟美国的接触，高市早苗跳圈圈，李在明则是献上皇冠给川普。对比中国的傲骨，谁才是真正的大国？今天就这几个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这一场全球瞩目的习川会终于登场了，选择的地点也是经过有许多的角力的。原本白宫已经坚持说他要在庆州举行，最后是按照中方的意思，后来是改在釜山这边来进行这个谈判。那中美在国际的舞台上，可以说现在已经是平起平坐了。我们看 CNN 怎么形容，他说不论这个最终的结果如何，对北京来说这一场会谈都将是一场胜利了。而且 CNN 甚至说已经是中国大赢了，因为习近平已经借此展现出了中国愿意谈判但不会被施压的一个对美新的关系，并且 CNN 也说了，中国现在在全球舞台上已经和美国平起平坐。另外一位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学者，他这样形容：美国已不再是主导的强权了，中国现在透过稀土管制等措施，迫使华府回到了谈判桌。而另外一头，王毅跟卢比欧的通话也都强调了，习川都是秉持着平等、尊重甚至互利精神的世界级领导人，中国不再是100年前那个任人宰割的弱国。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看一看习川会登场，中美现在可以说是平起平坐。CNN 说的，不论结果如何，习近平都已经赢了，这句话委员怎么看？我不同意 CNN 的说法，中国跟美国平起平坐不是从这一场会谈开始的，而是早就开始了。我们大家回顾一下，去年 APEC 在旧金山举行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拜登跟国家主席习近平2个人的会谈就早已经平起平坐了，而且那一场会谈谈的内容比这次会谈更加的广泛。如果再往前推，当时的拜登跟习近平是看到的，拜登是轻跑步去见习近平，什么时候？就在印尼的所谓的什么集团体会议上面。那你可以看得到，一个美国总统要轻跑步过去去见习近平，
这应该不只是平起平坐了吧？啊，所以我就CNN说，好像从这一次会谈才平起平坐，这个说法啊，可能时间点抓错了，更早。别的我不敢讲，至少去年就已经平起平坐了。是。那回到谈判桌，这当然跟一连串的关税谈判有关啦。我也不认为说，因为这次的稀土管制比较严格，所以美国才愿意谈。其实中国大陆对于稀土的管制，在今年很早前就开始了，只是这一次把稀土的管制的范围给扩大，所以不能说从这一次会议开始，中美两国其实如果严格上说要较劲啊，转捩点在哪里？在上一次阿拉斯加当时的会谈，杨洁篪就讲，当时说因为美国布林肯啊，哦，那还有那个苏利文啊，一直讲话一副姿态很高傲的样子，杨洁篪叫记者留着，他讲一番话，讲什么？美国你不要你不够资格用实力地位来跟中国讲话。换句话说，他什么意思？你美国鼻孔不可以朝着我啊，对我讲话。现在我们要互相用鼻孔对鼻孔来讲话，所以那个时候就很明显，在外交上已经是平起平坐。而且你要注意到，当时杨洁篪讲了这番话的时候，布林肯跟苏利文是不敢吭声静悄悄，连回一句都没有。那也许关起门来继续吵架。但是不管如何，在那个公开的场合，所有的国际媒体都说，中国开始跟美国平起平坐了。但是我们是讲的是一个地位的高低，但这一次的会谈实质的成果如何还没有公布。所以我们不晓得在5毛1块中间的喊价中间谁比较占便宜。我们只看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川普说，他已经对中国减了10%的关税，57%减到47%总数了。那其中原因是因为芬太尼关税20%减半，那减半他到底从中国要到什么？中国也没讲，只是美国的贝森特有提到说，中国愿意把扩大的稀土的管制从今年11月往后12月往后挪到明年。有1年的时间，不扩大管制，只有对军工产业管制，而不像现在要逐案申请。因为欧洲在抱怨他说中国你要我逐案申请，还要我写中文，然后还要用中国的 WPS， 不能用 Word， 不能用其他的软体来写，那算是小事啊。那更经典的是欧洲在抱怨说，他们光申请稀土的案子，摆在中国商务部的桌子上有2000多件案子，也不能怪人家，因为北京最近比较忙嘛，对，没有办法很快速的处理申请案，这当然就是一种外交上的来往嘛。是，你欧洲对中国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中国为什么要那么快速的处理的申请案啊？所以这个另外一个场边的问题。但是不管如何，我们一方面观察中美两国的实力较劲，还有地位的高低的这种争逐，那我认为平起平坐早已经开始了。那实质上的利益到这一次应该隔几天才会看得清楚。是，好，所以我们先以这一场的政治地位，还有整个在外交上面的谈判来看到，中美之间可以说在政治上具有非常大的意义，已经平起平坐。那另外也会来关键点，就是来看到是习近平他的战略态度，这一次到底是采取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因为这个是来自于很特别哦，《纽约时报》特别做了一个分析，他认为习近平办公桌上面有一个林则徐的诗句哦，那他就特别写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他认为他正是这个贸易战科技封锁的时候，这个成为了习近平的一个座右铭，意思就是说国家利益其实是高于一切的。那么就算美国今天你要硬碰硬，中国大陆也不会让半步的。另外一位是来自于学者，这是美国学者，他是蓝诗林的一个分析，我们也来看到，他说中国其实是带着历史的伤痛来做谈判的，美国却是一无所知。这一次成功逼迫川普让步，释出的讯息就是中国已经正式的觉醒，已经正式的强大，想用任何霸权恐吓中国的企图都是徒劳无功的，是这样子吗？这个来自于纽时的分析，林则徐这首诗代表的就是习近平他现在在贸易战上面的态度吗？赖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不只是在贸易战的态度是全方位的全方位的基本的态度。我们观察习近平从2013年上来到现在
10几个年头过去了啊，我觉得他有一个精神一直是一以贯之的。这个一以贯之的精神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你不能考虑到个人的利害，啊，不能够去趋利避祸的这种方式。你要考虑的是国家的利益在哪里，国家利益在哪里，你个人该牺牲的你也要牺牲，要以国家利益为主。我想这个态度很明白，所以你看他反贪腐，反贪腐坦白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哎。你看从他上台到现在10几年来，对于贪腐他绝对不容忍。你看这一次啊，这个四中全会召开的时候，有多少位高阶的将领都是落马了，有多少位是他啊这个选定的啊这些啊高阶的军事的这些负责人，但是你碰触到贪腐，全部都下台一鞠躬。这个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中啊，能够一以贯之到现在的，其实不多见。然后把它体制化、法制化也不多见。这代表什么？只要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个人的生死、个人的利害都不重要。我觉得这个是在治国是如此，那么对于全世界的问题也是如此。用压迫的方法，想用实力拳头来对待中国的方法，中国不可能选择屈服，因为对于他的观念来说的话，中国如果选择屈服的话，那中国还有什么路走？所以林则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就是林则徐那时候中国是积弱不振，但是你应该要举全国之力，上下的一致来对外。那大家奋血作战的话，我相信英国人，坦白说，几艘破船真的能够把中国打败吗？只要中国的军人在当时我讲是清朝的军人，对，只要大家拼了命，你有多少弹药？但是没有嘛，贪生怕死嘛，皇帝先溜，每个人都溜，结果一个这么大的国家4亿人口，然后就被几艘船就这样打败了，然后上前入国到这个地步，这代表什么？都是因为贪生怕死，从皇帝贪生怕死到底下都贪生怕死。林则徐这样的一个好官，结果被下放，被放到边疆去。那他到边疆不改其志，这代表什么？你看，堪舆图就是他画出来的嘛，把新疆那边的地形地物地貌摸透了，就是他做出来的。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一直给习近平一个理念，就是说，中国的官员、中国的人，绝对不能够屈服于恶势力，这第一个。但是你不能只是不屈服，而你无所作为，或者是你只是不屈服，但是你积弱不堪呢？不行。所以你必须要用实力来说话。那也就是说，你要有实力，你一方面意志上不屈服，二方面要积累实力。你积累足够的实力，你非但可以不屈服，你还可以击败对方。我觉得6年前，川普打第一次贸易战，那中国在当时就已经知道下一场仗要继续打，所以积累了6年的实力。那6年实力来以后，川普再上台，再打贸易战，而且这次的贸易战比上一次变本加厉。可是你看中国的反击力道，那就是让川普根本喘不过气来。这代表什么？最后一方面是意志力不屈服，二方面就是有力量打到对方他不敢再打，也不能打为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精神。林则徐的这个精神，他会放在桌上做座右铭，其实就是提醒自己。第一个，意志上不能屈服；第二个，你要有实力，你不能够就不屈服，然后用义和团的精神，那没有用。所以最后要有实力。我觉得积累了6年，那当然把美国打败嘛。好，我们看到借鉴于这个过去的历史让中国屈辱了这么久的一段时间，也让这一次习近平对于美国的谈话，还有这场中美的谈判更具有代表性跟它的重要的意义。相较于这一次中国大陆展现一个大国的态度，我们要来看到在另外一头日韩就会形成了一个
跟美国谈判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首先我们要来看到日本了，日韩这一次包括了高市早苗跟川普见面哦，没有想到这个高市早苗在美军基地里面是真的转圈敬礼还陪笑。那么为了要取悦川普，高市还宣布会投资美国高达5500亿美元，而且还答应会增加军购。结果美国我们看到他的态度是不但不领情哦，反而宣布对日本产品会来全面课征15%的高关税。只对美国无法获得或者是无法生产的一些自然资源，像是汽车、航太这些仿制药会给予一些特定上面的待遇。南韩就更扯了，我们来看到特地送上了价值连城，等一下我们会有这个 roll dice 画面给大家看，价值连城的新罗王朝的皇冠的复制品，还自称是川普的速配员，姿态非常低。将军怎么看？我相信日本跟韩国这2个国家元首这次的表现是完全的失格，看得出来他完全阿谀谄媚奉承这个川普。几个动作来讲，川普最喜欢的，他们这个极尽想办法要做到。比如川普最喜欢黄金嘛，所以这2个国家元首就赶快这个用黄金打造他所喜欢的礼物。第二个来讲的话，川普要的就是诺贝尔和平奖李在明也讲说，这个你应该要得这个高市早苗也说你应该要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要推荐他得诺贝尔和平奖。我觉得这几乎都已经是失去一个国家的格调。我举一个例子假设说有一个这个小女孩，然后她有一天被一个这个街头的流氓叫上她的这个豪车里面，然后带到他们家的所开的夜店在里面狂欢。那你认为说这个人会是谁？我们一般来讲觉得说这不应该这样做。那更何况你是一个国家的元首，是一个女性的元首，你应该顾到国家的一个尊严在这边难怪来讲高市早苗这个动作被这个日本人所瞧不起，认为说这是日本的耻辱甚至列为国耻。当然，你一个国家元首可不可以去这个上美国的航空母舰是应该可以去，我也认为应该可以去。以前这个蒋公也曾经上过美军的航空母舰，但是去那边是纯粹就是谈军事嘛去参观人家军舰，那你美国来讲，你应该代之以礼，说这个军舰来讲，我有什么样的战力，有什么样威力可以担任什么样的作战任务，然后应该是这方面的这种说明跟简报而不是在里面狂欢跳舞。这个等于说有一点像高中女学生看到他这个心目中仰慕的这种偶像那种开心成那样子，我觉得真的是有失国格。那李在明来讲也是一样，让人家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一个这个国家的总统居然阿谀到这种程度，你最起码也要替南韩考虑一下嘛。他送了2样东西我跟各位讲一下。第一个是这个所谓的无穷花勋章，其实川普不是第一个拿到，第一个拿到是谁呢？蒋委员长夫人，蒋夫人有拿到，因为那个时候2次世界大战中国协助韩国打败了日本，让韩国可以独立，所以说他们有颁这个勋章给蒋夫人但是这次来讲的话，他除了说是这个勋章之外，还送了一顶皇冠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不得不佩服李在明。你看他那顶皇冠多好啊！这个川普最喜欢什么？除了黄金之外，他还喜欢人家给他戴高帽子。你看那顶帽子多高啊！上面那个山等于是我们来讲的话，一个叫山，两个叫出，它是3根在上面，好好的一顶高帽子套到川普的头上，而且还是金光闪闪。听说这2件礼物都是纯金打造的，而且是镶上这个紫色的这种水晶总共价值换算成台币的话要320万，那你就这样子送过去。当然，我觉得日本跟韩国会做动作，他们必须要靠美国来保护了。也看得出来这个非常的这个有失，我觉得这种动作真的是有失国格。好，接下来我们要持续来关心这场习川会的一些谈判的重点细节了。釜山双方握手，全球屏息。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习川会点燃的全球风暴是否笑里藏刀？谁在布局
未来呢？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的是这一场习川会哦，其实是川普在重返白宫之后首次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双边会谈。今天的现场，我们带观众朋友来看到是10月30号台湾时间的早上10点，美国的总统坐车野兽先现身，随后就可以看到陆方的红旗车队也跟着一起入场了。双方习川在抵达现场之后是先握手，不到1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从笑容来做一下解读，川普呢笑得非常的灿烂，而习近平则是有一些的无奈，包括从他们的语言上一边握手一边讲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包括了这个川普不断的说看到你真好啊，我跟这个习近平之间的关系很好啊，我们将会谈得非常好，但是呢他是一个很强悍的这个谈判者，那习近平就无奈的笑了一笑，然后川普拍了他背后2下。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画面。很高兴再见到你。Me too.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successful meeting. I have no doubt. 我肯定我们今天会有非常成功的会议。But he's a very tough negotiator. That's not good. 但是他是很强硬的谈判者哦，这不好。好，这个画面播出之后，大家就在说，怎么这个双方握手都是这个川普一个人，好像想要把这个场面弄得很热络，好像想要讨好习近平的这种感觉，并且呢，他也不断的称赞习近平说，能够与一位长期的朋友会面是我莫大的荣幸。他说，习近平是伟大国家的领导人，那么习近平则是冷静的回应，中美可以共同承担大国责任，为世界福祉做出伟大的贡献。这一场谈判当中哦，包括了双方也出动了自己的经贸团队，不管是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国务卿卢比欧，甚至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白宫幕僚等人，中方的代表则包括了有蔡奇、王毅、何立峰等等的人。这一场会议后来双方呢总共是进行了大约100分钟的时间，随后呢双方就步出了会场，那么也是这个展现笑容，看起来好像谈得不错。那么有一些比较实质的内容是川普宣布，带观众朋友来看到最新消息哦，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关税将从57%降10%到47%，那么芬太尼的部分从20%降到10%。大陆美国说的不会实施稀土管制，也会恢复采购大豆。至于这个辉达的 Blackwell 晶片呢，这个川普是说了不会出口给中国。那么川普也承诺明年4月访北京，台湾议题则是没有被提到。赖老师如何看这一场，尤其是刚刚的这个握手画面，你怎么解读？这个握手画面其实大家看得出来啊，因为川普是喋喋不休一直在讲，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在掩饰他的焦虑。其实一方面兴奋，二方面他是紧张啊。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的话，他真的是老手啊。大国领袖中的大国哈。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很平稳啊，微笑啊，讲话也简单有力量。问题是谁迎接谁？那很明显的就是川普在那边等待迎接，然后所以习近平来进场。那一开始的时候，中国在这方面其实就已经占上风了。我们再来看一个小细节，就是结束以后那离开会场，因为那个会场很小，门也很小那你看离开会场的时候，谁的车停在这个阶梯的第一辆？就习近平的车嘛。这代表什么？连这么小的细节里面，中国大陆都卡了上风，也就是说，这个车位中国就站在那个地方，所以一下来的时候这个习近平就上车了，那等于是这个川普要送了他自己再转头，然后走更远的路去搭上他的这个他自己的车子，那这个很明显的，这2个小细节中，中国大陆其实都卡到好的位置，都占了上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第二个就是当时川普讲的100%的关税，也就是贝森特所讲的100%的关税，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是买空卖空嘛，你加关税我也给你加100关税，当初245都没在怕你了，怎么可能会怕你这100%的关税？所以谈都没提，那就很明白。第二个呢，降了10%的关税就是芬太尼，那我个人判断就是中美很有可能会成立一个联合的打击芬太尼走私等的这个工作小组，来彻底解决芬太尼的问题。不过这降10%的话，这个对大陆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因为大陆本身在出口这个部分就有更大的竞争力了我讲是到美国
那也就是说不太需要再转到越南或是其他的国家啊。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好，那你看《华尔街日报》跟《卫报》吵得如火如天的说啊，台湾的议题连碰都不敢碰，连碰都不能碰，所以川普自己也说他完全没谈。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不会让你美国人来谈台湾问题的。就是这个不是你能碰的。我的底线就画在这里。只能够在这底线上往上走。不能够把台湾当做一个交易的筹码。那很明显的，川普在这一次里面他自己也说他不会碰的。可是之前传得沸沸扬扬的，而且24号10月24，川普自己亲口说他要来讲台湾问题，这代表什么？我个人的推断是，卢比要给他一个馊主意，就是说你打台湾牌，没牌可以打的嘛，没牌可以打，再打台湾牌。可是，一打台湾牌以后就碰问题了，因为在26号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时也是在同一天24号的时候，这个德国的外长也讲到台湾问题。那大陆的外交部马上就把他骂回去了。骂回去以后，那他要见的人见不到了。其实我判断，搞不好连王毅他都见不到。是。那他跑到中国大陆，连王毅都见不到，这个颜面扫地啊！一个部长跑到中国，搞不好副部长来接待，那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是。他干脆就，本来说取消，引起德国政坛的震撼的时候，他又改口说叫推迟啊，往后延。那这个代表，这个也给川普一个讯息，这个讯息非常的明确，也就是说，台湾问题你碰不得。是。所以当《卫报》《华尔街日报》又炒作台湾议题的时候，川普昨天就出来那个消毒了，说我不会谈台湾议题。果然这次记者会的时候，他又说了，我没有谈台湾问题。好，几个主战场确实这次台湾议题就没有在这次的中美会谈中有谈到。不过另外几个主战场，包括刚刚提到的大豆、稀土跟晶片，我们也稍微来看一下。尤其现在大豆，其实在谈判前夕，北京稍微释出了善意，也就是今年首度的跟美国下单了3艘的18万吨的大豆，那预估会在12月跟1月去开始这个出货。那也是刚好美国的选举关键期所以大陆一方面好像释出善意，但是好像也不是这么样的，因为12月跟1月刚刚说了嘛，大陆向美国出货购买18万吨，但是他们实际的需求量是500万吨，所以他们另外一手可能还是向南美洲国家，不管是巴西或阿根廷去买。委员怎么看这个有关于大豆的议题？另外，现场这一些今天的谈判几个重点有没有一些亮点？目前整体对外面所传达出来的谈判的实际内容没有任何亮点。那个10%的也就是意料中的事，买大豆也是意料中的事。那换句话说，这种事情是不需要习近平出面去谈的，早在吉隆坡搞不好就已经敲定了。所以大陆上的国营企业中粮集团，对美国下18吨的一个订单，其实并不多。对，因为跟美国下这种大豆的订单，它事实上买订单容易，找船期最困难。因为那个什么，这种载大豆的船可不像我们马路上面的那个萝卜快跑那么容易调度啊！因为一艘载大豆的船大概装6万吨，18万吨表示它只找到3艘船，而且船期当然甚至还不是现在，拖到12月搞不好才找得到船。因为这种全世界可以这种散装的货轮全世界只有3000艘，而不只是要载大豆那载的东西可多了，所以临时要去调，不管是中国自己的船、外国自己的船。搞不好人家船几都已经早排定了，好不容易挤出来。那为什么挤出来了？当然了，想要在这个习川会之前那么传点讯息说，我们早在吉隆坡已经有一些成果啦。那看看习川会最后怎么样来做这个一个最后的 ending 那这个当时在吉隆坡谈判的时候，就有讲到说中国的稀土的限制要往后挪，时间往后挪。然后这个要买美国的这个大豆，但你买多少并不清楚没有讲。那现在就是说，在习川会开始之前，吉隆坡之后，中粮集团一定奉到命令，说你现在可以开始找船了那他找几条船才能够下多少订单？他总不能下了订单找不到船那就尴尬了，而且前段时间我印象中很多船运公司载这种东西，大部分都是载巴西的跟阿根廷的船，这种船真的是不好找，很多都是要差不多半年以前排好船期了，
所以他现在只找到3艘，那消息就出来了啊，就出来，而且应该会不只是买18万吨啦，可能会至少应该会买到，我认为至少会到将近可能会到100艘船，是大概600万吨左右。好，这个是有关于在大豆方面的中美谈判的最新进度。至于另外一个王牌就是稀土了。刚刚不是讲吗？川普说了，这个针对于稀土，中国大陆已经稍稍做出了一些让步，会延后对美出口的限制。那另外一方面，欧洲国家可紧张了。现在是来自于美国媒体的披露说呢，加拿大现在做主导。联合整个 G7 要筹组一个叫做关键矿产联盟，并且关键矿产联盟还会设定所谓的稀土最低价格，减少对大陆的依赖，扶植自己本土的产能。未来从中国出口的这些稀土产品也会来课征关税。那成员刚刚就讲了嘛，就是 G7 包括了美英、加法、德意、日、欧盟等等的国家。不过高盛不看好，他认为说呢，要打破中国稀土主导地位还要10年，尤其90%的精炼在中国，建议一座矿山要10年，一座精炼厂则是要5年。这个问题渴望解决吗？厉将军怎么看有关于稀土？我们讲稀土哈，其实它一点也不稀，它也不是土哈，它是金属这个中重元素啊。那它也不稀，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包括我们现在知道格陵兰、巴西哈，今天还听说连土耳其都发现了很大一座的这个稀土矿产。那关键在什么？关键是在提炼嘛。那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提炼技术几乎已经占了全世界产量的99%以上，哈，几乎都在中国提炼。那以往来讲，这些国家的土都要运到中国来做提炼。那中国在这方面提炼技术，可以说是它独门的绝活了哈。你各国不是这么容易就可以学得去的，而且你们很久都没有做这个工作，因为你们认为说是稀土的提炼哈会造成环境的污染。所以各国都没有在做啊，将这个工作交给中国在做啊。中国默默的干这种脏活，也干了20-30年了，所以它有很多独门的技术。那你认为全世界各国，我们刚刚讲日本哈，日本川普这次去跟高市早苗也签了这个协议，说是这个矿产协议，就是要日本出钱，然后但是现在这个厂。这个稀土提炼厂到底要是盖在日本还是盖在美国，我们不晓得哈。可你从这个他叫这个高市早苗所出的这个投资的这个金额，你就知道这不是一笔小钱呢。你必须要很多的钱，你才可以提炼。那会不会是叫日本提炼，然后将这个高污染的事情交给日本来承担，还是这个土在美国提炼，然后厂由这个日本来盖哈？但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关键，这是这个中国大陆虽然说是缓了1年，就是延后1年在做稀土管制，可它有一样东西它没有松口哦，你知道什么？就是技术没有松口可以出口哦。中国这次在讲10月份的时候，它所谓的这种稀土管制，它实体的稀土啊，它0.1%以上采用中国出产的稀土，你都不能用哦。那第二个来讲，它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技术人员它也管制哦。所以这个技术来讲的话，如果说中国不让技术人员管制到这些人员，然后第二个是它的这种专利来讲的话，是中国很多的专利。所以说，其他国家很清楚的，他会讲说要设定最低价格，就他们很清楚嘛。如果按照他们的这种提炼方式来讲的话，第一个产量很小，第二个成本很高。那中国来讲的话，它提炼稀土来讲的话，量大，而且这个成本低哦，所以他们要定一个最低价格，就是叫大家不要去买。那你想可能吗？对不对？所谓商业行为就是哪边 CP 值高哦，哪边可以买得到，哪边可以便宜，我当然是跟哪边买嘛。那你怎么可能放着便宜的东西你不去买，你去买高的东西？那再来，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以现在来讲，如果你没有这种技术人才，包括人，包括技术，中国如果管制在里面的话，你各个国家就算是你有钱，你也不见得提炼得出来。是，所以我觉得这个高盛这个报告说最少需要15年，我觉得这有点这个保守了啦。可能我认为说是可能还要更久的时间。那你很难突破中国这个专利的技术。